在种类繁多的影视作品中，悬疑探案题材一直都是受欢迎的那种。而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的确也出现了不少有名的判官神探，他们有如神助，断案如神，总是能在光怪离奇的复杂案情中窥得真相。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盘点影视历史中最出名的10大侦探。第10名，狄仁杰。说起狄仁杰，绝对是影视历史侦探中的翘楚之人。先不说其相关的电视作品有多少，光是其相关的电影就有23部，让人眼花缭乱。尤其是这2年的《神都龙王》《通天帝国》，让狄仁杰的热度再上新的台阶。而在电视剧作品中，他那一句"元芳你怎么看"更是成为网络热梗，吸引了无数的网友关注模仿。当然，抛去造热度和引关注的能力不说，就探案跟执政方面，狄仁杰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论。探案方面，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多去看他的影视作品。至于历史上的狄仁杰，这里简单跟大家提2句。他也曾走过低谷，被贬彭泽，但最终还是苦尽甘来，成为一朝名相，为整个唐朝的长久治安贡献了不小的力量。第9名，徐有功。狄仁杰的大名路人皆知，但这个同样来自明朝的侦探热度却少了不少。他就是徐有功，一个同样有着丰富经验与判案技巧的大明官员。其实他长期在司法职位上，是武则天时期与酷吏斗争的一面旗帜，也是历史上罕见的一位以死守法执政的法官清官。皇后武则天称帝，因怕大臣不服和谋反，信用酷吏周兴、来俊臣、邱神济等人，他们罗织罪名，构陷无辜，将相豪杰、公卿大夫被逮捕入狱，惨遭杀害者不计其数，一时冤狱四起，朝野惊恐，人人自危，无敢言者。这时唯有徐有功无所畏惧，仍持平守正，秉公执法，对赵夏大理寺审讯案件都依法处理，前后救活了数十百家。他常常在朝廷上与武则天面争取职，力主秉公办案，依法量刑。武后色厉言辞地诘问他，左右大臣莫不为之惊心，而徐有功神色不变，持论议。第8名，宋慈。正所谓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在侦破犯罪活动时，尸体往往能给人提供重要信息，而早在我国古代判案体系里，验尸编已经成为了一门正统职业，俗称仵作。宋慈就是这么一位有名的仵作，在中外法医界普遍认为是宋慈在公元1235年开创了法医鉴定学，也因此被尊称为世界法医学鼻祖。他极其善于在细枝末节中整理线索，也擅长从尸体上获取犯罪信息，所以侦破了不少当时有名的疑案难案。以他为原型的电视剧《大宋提刑官》也在影视作品中颇受好评。第7名，邝仲。邝仲，明代官员，字伯律，号龙岗，又号如鱼，汉族。他是韩德5年出任苏州知府，明代一位受百姓尊敬的清官。苏州人民称他邝青天，和包拯包青天、海瑞海青天并称中国民间的3大青天。昆剧15贯以歌颂邝仲刚正清廉的思想品格和深入实际的求实精神而使其妇孺皆知，至今仍在人们心目中留下难忘的印象。邝仲不仅刚正廉洁，而且孜孜爱民，前后各界苏州知府都不能与他相比。他在任期间先后为人民办了许多好事，贪官污吏动不动对百姓处以酷刑，他先后酌情予以，减免者近1400余人。同时他协同巡抚州臣悉心筹划，为百姓奏免赋税粮70余万担。他兴利除弊，不遗余力，除豪强，扶良善，是明代著名的清官，因此百姓对他奉之若神。第6名，包青天。包青天本名包拯，是北宋有名的清官老爷。他为人廉洁公正，立朝刚毅，不负权贵，铁面无私，且英明决断，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誉，后世将他奉为神明崇拜，认为他是魁星转世。由于民间传其黑面形象，亦被称为包青天。传言包拯不仅铁面无私，而且断案入神。在影视作品《包青天》中，有几桩案件也流传甚广，比如秦香莲、真假状元、狸猫换太子等。这些复杂的案件中，他总是能巧妙破案，成为当时用时期奸臣与宦官把持朝政，贪官数不胜数。而就在淳安县有这么一个9品县令，他刚正不阿，耿直廉洁，不畏强权，秉公执法，断案如神。他就是海瑞，海大人。作为中国古代3大青天之一的海大青天，他的执政历程并不算一帆风顺，他也曾在官场沉浮，尝遍人生百态。海瑞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4朝，成为明朝有名的4朝老臣。海瑞为官十分清廉，他尽馈赠，惩贪官，秉公执法，审理积役，
昭雪许多冤狱，也因此被称为明朝清苦之刑举朝第一人。第4名，寇准。寇准字平仲，北宋华州下人。寇准以甲科进士入仕，先授大理寺评事、知县事，后多次擢升，直至参知政事、同平章事。寇准主持开封府期间，捕盗抓贼，办案如神，公正廉明，被誉为寇惊天。一日，2个人因为一个装着铜钱的袋子对簿公堂，一人是专卖羊肉的屠夫，一人是砍柴的柴夫，都说袋子和袋中的2000铜钱是自己的。于是寇准命人拿来清水盆和火炉，令衙役把钱袋子里的2000铜钱全部放水中，把水盆放到火炉上。不久，盆里的水冒出了热气。寇准一拍惊堂木，厉声说道：“这些钱是卖肉的钱，大胆柴夫夺人钱财，该当何罪？”砍柴人还想狡辩，衙役把他带到水盆边，只见盆上的水浮着一层厚厚的油花，一股洋膻味也从盆里散发出来。第3名，4大名捕。六扇门是明朝闻名的情报机构，它的作用类似于今天的美国中情局，而在六扇门之下还有4大名捕常规值班，他们分别是冷血、无情、追命和铁手。他们个个本领高强，武艺不俗，侦破了当时好多的疑案难案。而关于4大名捕的影视作品，有很多并没有遵循守旧的设计方原则，而是加入了一些大胆的科幻素材，让整部影片又出现了新的光芒。第2名，福尔摩斯。在前面的篇幅中，我们基本上选取的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有名侦探，但其实在世界上不少地方同样活着不少国外侦探，比如被誉为海内外第一人的侦探福尔摩斯。其实福尔摩斯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是由19世纪末的英国侦探小说家阿瑟·柯南·道尔所塑造的一个才华横溢的侦探形象。他能察觉他人不会留意的细节，从中推断出大量的信息，抽丝剥茧，条分缕析，最终破解案件谜团。他还善于通过观察法和演绎法来解决问题，冷静睿智，无数次被搬上大荧幕，成为海内外都很有名的侦探达人。第1名，未知。正所谓江山代代有人出，以上虽是小编整理网络资料得到的10大侦探排名，但毕竟人海沉浮，高手众多，谁也不能保证一概而全。这里非常欢迎大家留言评论指正，我们一起分析更多有趣侦探故事。